人每次与汉奸特务吃饭时，都会偷偷将一瓶神秘药水洒在对方的毛巾上。可当对方用毛巾擦脸时，阴谋得逞的女人内心却没有一丝喜悦，反而瞬间坠入冰窟。因为在她的计划中，汉奸特务应该是吃完饭后擦嘴时才会用到毛巾，谁料对方一落座就先擦了脸。虽然同样会接触到毒药，可药效发作只有半个小时，一旦他提前离席，很可能会引起对方的警觉。可若是陪着吃完这顿饭，毒药中途发作，他一样无法逃脱。更要命的是，陈默群直接用那只沾染过药水的手给他剥了一只虾，眼看着要递到他的嘴边，他立马心生一计，故意打翻水杯，借着去洗手间整理的借口，这才惊险的逃过一劫。可看着身后紧紧跟来的特务，蓝心杰内心感到绝望，因为他根本想不出任何脱身的办法。而他更想不到的是，在王世然策划的这场除奸行动中，他不过是一枚用完即丢的弃子。原来自从陈默群叛变投敌后，王世然就寝食难安。首先，陈默群对军统的运作模式、人员名单都了如指掌。其次，一旦他出卖陈默群的事情败露，那到时候他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几次三番下令行动队找机会干掉陈默群。可陈默群为人狡诈，出行戒备森严，根本无从下手。就在王世安一筹莫展时，他意外发现陈默群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去舞厅捧场，而且只和一个叫蓝心杰的舞女跳舞。这瞬间让他想到了一个除奸妙计。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我要您帮我个忙。什么呢？如今陈默群投敌了，我们想得到他的一些信息。你们军统没人了吗？蓝小姐跟他是旧相识了，一定比我们更有办法进行。我是绝对不会亏待您的。上海现在情况特殊，蓝小姐肯定是领不到每个月相应的抚恤金吧。我专门为您准备了一笔款项。蓝心杰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他知道当一个军统站长用这种客气的语气请你帮忙时，你已经没有拒绝的余地。她深知自己丈夫为国牺牲，如今孤儿寡母的处境就是对方拿捏自己的最佳筹码。一旦拒绝，恐怕王世安不会放过他们母子，于是她只能被迫答应。所以之后的几天，蓝心杰便更加主动地接近陈默群。可他原以为只要他能套取情报，就算完成任务时，王世安却再次找上了他，直接给了他一瓶毒药。东西我给您放在包里，无色无味，您放心，药效发作的时间足够您离开。3天后是蓝小姐的生日吧，这是最好的机会。您早一天完成任务，我也可以早一天安排你去重庆。听着王世安冰冷而体贴的安排，蓝心杰别无选择。可他却不知道，王世安根本就没打算将他送走，因为他所给的毒药只需要几分钟就会毒发，而事发后，蓝心杰势必会被特务抓起来，哪怕说出是他王世安指使的也没关系，因为蓝心杰根本不是军统人员。最终的结果就是蓝心杰被活活折磨致死，而王世安毫不费力完成任务。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个体的命运就像浮萍一样无助。王世安的恶在于他毫无底线的利用和牺牲一个无辜的母亲。他将一个本应受到组织庇护的烈士遗孀当成了一次性消耗的工具，他暴露了一个组织从根上腐烂的迹象。于是当蓝心杰还在思考如何脱身时，包厢的特务就发现陈默群中毒了，特务当即大喊抓人。而就在蓝心杰即将被抓时，林南生突然从一旁冲了出来，快速制服了小特务，直接带着蓝心杰从后门逃跑。原来身为行动队的林南生在发现陈默群频繁与蓝心杰接触后，瞬间意识到大事不妙，他不是当心陈默群的危险，而是担心蓝心杰。此前蓝心杰因为帮他盗取鬼子情报差点身死，他本就愧疚。如今陈默群成了军统除奸的对象，他也担心不知情的蓝心杰被卷入风波。可等他匆忙赶往蓝心杰家，想要劝说其离开陈默群时，楼下却突然传来汽车声，是76号的人来接蓝心杰赴宴。情急之下，林南生只能躲进衣柜，而为了避免林南生的暴露，蓝心杰只能带着特务匆匆离开。此时不知蓝心杰被迫执行任务的林南生还以为是自己的出现导致蓝心杰被带走，当即决定偷偷跟上去。谁料刚巧碰见特务大喊抓人的戏码，要不是他及时出现，此刻的蓝心杰很可能已经遭殃。谁让你这么做的？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这种毒药半分钟之内就会出现中毒反应。陌生人没有跟我说过这种毒药这么快就会发作。是他让你给陈默群下毒的。得知蓝心杰被王世安用儿子威胁的全过程，林南生一言不发，只是把油门踩到了底。他让蓝心杰先去法租界躲藏，自己则调转车头，单枪匹马返回了蓝心杰的住所。他必须在76号的人赶到之前救出那个孩子。果不其然，当他抱着孩子从后门溜走时，76号的车队正呼啸着冲进巷口。第二天一早，压抑了一夜怒火的林南生径直冲进了王世安的办公室。您打算什么时候安排蓝小姐和她的孩子去重庆？可王世安没有半分愧疚，反而气定神闲地倒打一耙，指责林南生擅自行动破坏了计划，因为陈默群只是闻了毒药，抢救及时被救了过来。制裁陈逆，
要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任务完成，我自然会为他向重庆请功。现在呢，由于你的擅自行动，陈默群肯定知道了这次是我们的军统所为。那林队长觉得，接下来他会有怎样的针对性报复？这一幕完美诠释了权力游戏的法则。王世安通过迅速抢占道德高地，他用锄奸大业这个宏大叙事来掩盖自己清除异己、草菅人命的真实目的。这种将个人私利与集体利益捆绑的逻辑绑架，在现实中是极为常见的操纵手段。他告诉我们，面对一个不讲规则的对手，单纯诉诸于道德和道理是无力的。任南生此刻的愤怒与绝望，正是理想主义者在撞上冰冷而丑陋的现实后，信仰产生的第一次剧烈震荡。而王世安的预言不幸成真了。病房内侥幸活命的陈默群还没缓过神，新上任的日本宪兵队司令金井洋佑就找上了门。他毫不留情地羞辱陈默群，嘲笑他差点死在一个舞女手上，并警告他76号不是给你消遣和养老的地方。求生的本能和被羞辱的愤怒彻底摧毁了陈默群心中最后一丝犹豫。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出院后，他彻底倒向了日本人，不再有任何保留，立刻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不久后，军统上海站情报科的陆科长就被抓进了76号。更致命的是，通过对全城用电量的排查，陈默群迅速锁定了地下党渔夫电台的大致位置。那么我党同志该如何应对陈默群这头蓄势待发的恶虎呢？我们下集接着讲。